5、6年没回国了。昆明一见，心就松下来。天蓝得像洗过，白云在上头慢慢飘。街口的垃圾车放着小曲，跟清风一道钻进耳朵里，竟有点好听。卖花的人把水轻轻一洒，香气就站起来。走在这样一条安稳的街上，脚步不由得放慢。有人推着车，有人提着菜，孩子在门口追猫，阳光落在青石板上，亮亮的。久违的烟火气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回来了。终于到酒店了。我们住在君乐酒店，它就在翠湖的边上。清晨的昆明总带着一种轻柔的凉意。住在翠湖附近的酒店，推开窗子的时候，空气里带着湿润的味道，夹杂着不远处湖水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息。夜色已经褪去，天光尚未完全明朗，灰蓝色的天幕之下，城市的轮廓逐渐清晰。偶尔有3、2辆出租车驶过，留下一串短促的喇叭声，却并不扰人，反倒提醒着人们，一天的喧嚣即将开始。走出酒店，沿着街道慢慢朝翠湖方向走去。翠湖在昆明的心脏地带，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存在。对面就是云南省图书馆，图书馆门口此刻还算安静，但再过一会儿就会有不少人排起长队，等着进馆。从图书馆门前穿过，走上翠湖南路。街道两边是高大的行道树，大约还不到7点，湖边已经热闹了起来。在路的一侧，绿化带里铺了一整排的鲜花，像是给这条路仔细地描了一道花边，有高有低，错落有致，不是那种盆栽摆拍的规整，而是像有人用心编织出来的一条彩带。在北方生活的时候，街边常常是一些四季青、黄杨球，虽然耐寒好养活，但颜色总归单调些。到了冬天，更是一片灰绿。而在昆明就不一样了，花真的是不缺。这座城市仿佛天生爱美，连马路中间都不肯放过。折到翠湖西路，路面更加宽敞，街心是翠湖的水，偶尔能看到几只水鸟划过湖面，留下一道道波纹。花铺了一路，人也走得更慢了些，好像生怕错过哪一朵刚开的。走在这样一条有花有风的街道上，心里头轻轻的，就像花香，虽然闻不出是哪一种，但总觉得挺好。这边靠近云南省革命军事馆，云南省革命军事馆就在翠湖西路的1号，正对着翠湖的水光。
我不是那么苦嘛，是吧？我说他。它原本是云南省科技馆，后来经过改建，变成了现在这座以军事历史为主题的综合性展馆。晨练的人们早早聚集在这里，有的在湖畔的林荫道上快走，步伐整齐，呼吸急促而有节奏；有的在空地上缓缓舞动太极，动作柔中带刚，仿佛与晨雾一起在空气中舒展开来。跑得快，滑一快，是小娃还是滑得快的两个？肯定。啊。走。你来往这。隔着一段距离打招呼的行人，听声音像是老熟人，然后擦肩而过，像是每天早晨都要在这条湖边碰个面，不约而至，也不必寒暄太多，像是这座城市在慢慢苏醒，带着风，带着光，也带着久违的人情味。湖面上有几只早起的红嘴鸥，贴着水面低低飞过，划出一道轻盈的弧线，水波荡漾，倒映着周边垂柳的影子，像是被风吹散的绿色墨迹。顺着人行道走，不远处就是滇花院，门口那块匾额特别醒目，霞灿翱翔。这4个字不只是好看，其实大有讲究。霞灿说的是昆明最具代表性的茶花，花色浓艳，如火如霞；而翱翔则是冬日滇池边最常见的景象。门两侧的对联也颇有来头，出自明代状元杨慎，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作者杨生安。他在云南居住30多年，留下不少咏滇诗句。这副对联写的是山茶花盛开的景象，海上千枝光照水，城西10里暖烘霞。一句写水上茶花之盛，一句写西城春光之暖，字里行间都是南国花开的热烈和细腻。旁边是一面弧形的文化墙，画满了荷花、荷叶、翠竹、长廊，色彩温润，笔触细致。游客喜欢在这里拍照，站在图画与实景之间，人仿佛也成了画中一笔。走着走着，就来到了翠湖公园西边的海心亭。这座亭子名字听起来就有点诗意，其实它原名叫索翠阁，建于1924年，已经整整100年了。海心亭不大，占地也就100多平方米，但亭子造得非常讲究。整个建筑是方形布局，2层木结构，重檐歇山顶，从远处看就像一座浮在水面的古典小楼。很多来翠湖的人都会绕到这里，亭子不大，但脚步在这儿总会慢下来。空气里混合着花草的香气和淡淡的泥土味，在呼吸间提醒人们，这里并不是冷漠的都市水泥森林，而是昆明这座城市的一处安静呼吸口。翠湖因这些生灵和人声而显得格外鲜活。
从翠湖西门出来，转个弯就走进了沧源巷。这条巷子不长，东起翠湖西路，西接前局街和染布巷，差不多100米左右，走着走着就能穿过去。巷子虽然短，但历史可不短。清末的时候，这里叫菜园子，因为当年巷子里真有个菜园子。后来又因为巷内有个大西仓，也有人叫它沧园子巷。再后来就干脆简称为沧源巷了。这条巷子两头连着景点和主干道，中午和晚饭时间最热闹。来翠湖散步的人顺路来吃点小吃，在讲武堂附近上班的白领也会来买点打包。现在是早晨，巷子里还没那么热闹，但已经有人陆续出来买早餐了。站在一旁排队的是附近的阿姨、上班族，还有来翠湖晨练后顺道过来买早饭的大爷。南边是个农贸市场，老昆明的样子一下就出来了。市场的味道是生活的味道，和翠湖的湖光山色比起来，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家常，一种热气腾腾的真实。沧源巷虽不长，却连着昆明的过去和现在，也连接着风景和烟火。这样的早晨不急不缓，很昆明。99.99。午饭之后，我又回到了前局街。这个时候阳光正好，不热不晒，街上的人也明显多了起来。原本早上还安静的米线店门口，现在已经排起了长队。那个啥，学校来尝一下嘛。有游客，也有附近的上班族，还有牵着小孩的本地人，大家都在等一碗热腾腾的米线。巷子里人来人往，却一点不显得拥挤，反而多了几分生活的热闹和温度。前局街其实是一条非常有故事的小街，它不长，但从清代开始就是昆明城里重要的一条街道。因旧时云南布政使司的前局，也就是负责铸币和钱粮事务的机构，设在此处，所以得名前局街。这条街曾经是城西商贸的重要通道，两边多是做手工、卖干货、做小吃的人家。后来时代变迁，老街逐渐融合进城市的节奏里，但巷子里的味道始终没变。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黄颜色的门口呢，是我们宣传的是民国期间的云南居住的整个现在的街道两边开满了各种店铺，有手冲咖啡的小馆子，也有卖云南特产的小摊，还有一些保留了老昆明风味的小吃铺，比如米线、烧饵块、汽锅鸡。走在前局街上，最舒服的不只是人间烟火气，还有街道两边随处可见的绿意。这里的绿化做得很好，不张扬，却细致入微。街边的绿植沿着人行道一字铺开，有些是矮矮的灌木，也有些是色彩丰富的花草，不同层次的错落着，把整条街装点得很有生气。街道不宽，阳光一照，影子也跟着在白墙上晃动。道路两边绿树成荫，树冠交错在一起，像是一把天然的大伞，把整条街都遮得凉凉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洒下来，斑斑点点落在人行道上。走在这样的路上，
连夏天的热都变得柔和了些。街边不少老屋的窗台上还摆着市民滋养的小盆景，看起来很随意，却意外的养眼。一侧的台阶上画着色彩鲜艳的墙绘，蓝天白云，彩虹卡通图案，童趣十足，搭配着绿植，像是昆明街头不经意布置的小惊喜。街边的长椅下也贴了温馨提示，还有不少市民在这里坐着歇脚乘凉。再加上远处走来的人群，偶尔驶过的白车和电动车，一幅生活感十足又清新舒适的昆明街头画面就自然展开了。在昆明街头，经常能看到很多女生戴着脸基尼。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有点惊讶，以为是哪来的潜水装备上岸了，但看多了才知道，这在昆明其实早就成了一种日常，其实也是情理之中。昆明一年四季阳光充足，紫外线强度可以和海边比肩，特别是春夏之交，晒上一天真的不输三亚的烈日。所以本地姑娘们都很有经验，防晒装备从不马虎。走在这样的街上，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也不需要特别安排的路线。从前局街一路往北，穿过文林街口，便走进了文化巷。树荫浓密，街道不宽，人走得慢，连风都带着点书卷气。周围是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校多了，街道自然也就多了点年轻人的气息和文艺感。眼前这家就是萨尔瓦多咖啡厅，门口挂着招牌，它是这一带很有名的一家小店。随便往一条小巷一拐，墙上就是手绘的卡通彩绘。像我现在走到的这家店门口，就画着《千与千寻》和《魔女宅急便》里的角色，颜色特别鲜艳。街边除了咖啡店，还有好几家汉服店，橱窗里挂着各种颜色鲜艳的衣服，也有头饰、扇子这些小配件，偶尔还能看到穿着汉服拍照的女孩。走得慢，衣摆轻轻飘着，跟这条街的节奏正好一致。这里还有不少餐厅，小到1人食的拉面铺，大到几桌的私房菜馆，装修风格各异。不过文化巷并不是一条完全封闭的步行街，它不像景区或步行街那样被隔离开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区的一部分。偶尔会有电动车、快递车，甚至小汽车慢慢穿过。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垃圾车，第一次听见的时候还有点愣住，它不是那种轰隆隆的声音，而是会放音乐。旋律听起来有点像小朋友听的儿歌，或者公园里放的广播体操的伴奏声，轻轻的，不吵闹。这种小细节平时可能不会特别注意，但在这样安静又随意的小巷子里，反而会觉得它挺亲切的。不是刻意搞出来的特色，就是这座城市本来的样子，简单舒服，也挺可爱的。真的很喜欢昆明的阳光和蓝天，不是那种刺眼的暴晒，而是亮亮的、暖暖的，晒在身上觉得刚刚好。比起墨尔本的夏天，昆明的太阳虽然也强，但少了那股子让人发慌的烈。最重要的是没什么大风。在墨尔本生活的时候，夏天最怕的其实不是热，而是那种忽然袭来的大风，
有时候风一刮，走路都得眯着眼。而在昆明，哪怕太阳高照，风也是轻轻的，偶尔吹一下，像是刚好提醒你今天该出门散步了。我们在昆明的这几天，天气也像是排好班似的，早上一定是晴的，蓝天配着几朵懒洋洋的白云，光一洒下来，树叶都亮得发光。然后到了傍晚，天边慢慢就聚起了云，一场不急不躁的雨就落下来，洗洗灰尘，带点晚风，把白天的热气全都带走。这样的天气节奏对旅人来说真的太方便了。白天你可以放心出门拍照、散步、吃小吃，晚上下点雨，也刚好提醒你早点回去休息。既有热闹，也有节制。在这样的阳光下走路，不着急去哪儿，光是看天、看街边的花草绿树，就觉得心情很亮堂。昆明的天气不惊艳，但很贴心，也难怪很多人来了就不想走。在这条小路上越走越有意思，很多店更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文艺角落，而且也不乏日料店。有的店门口挂着风铃，玻璃窗后面摆着书和植物；有的店铺外墙刷成了米白色或者原木色，简简单单，但特别干净舒服。有一家店的门口让我停下了脚步，整面墙都挂满了照片，是客人留下的合影，也有老板自己拍的旅行照，老照片还有手写的小卡片。有的照片已经褪色，有的还很新，就像这个地方一直在默默记录着谁来过，谁留下过痕迹。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这不仅仅是家餐厅，更像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也许正因为周围有大学，有很多年轻人，有人来吃饭，也有人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坐。这些小店慢慢就成了附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吃饭、聊天、看书、发呆，甚至在墙上贴一张明信片。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你不需要特地去找什么打卡点，因为每一步、每一扇窗、每一张照片都是城市里藏着的小故事。昆明的文艺气息不是故意营造出来的，是自然而然地散落在这些街头小店里的，等你走过刚好遇见。走着走着，拐进文化巷旁边一个安静的小院子，原本只是想避开一点人群，没想到在楼边发现了一家小咖啡馆，名字挺特别的，叫大象书店。门口没有显眼的招牌，只是墙边一块低调的木牌，加上几株绿植，安安静静地倚在楼梯口，看起来不像是店，更像是某个朋友家的地下室。正好也走累了，就决定进去坐坐。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这家店其实在本地还挺有名气的，不少昆明人都会特地来这里读书、喝咖啡，甚至拍照打卡。要进大象书店，需要穿过一扇铁艺镂空的门，顺着台阶往下一层走。虽然在地下1楼，但一点也不压抑。进门的那一刻就有种很治愈的感觉，灯光是柔和的，空间布置的特别温馨。我要拿铁吧。拿铁，冰的还是热的？啊，冰的。这里有 WiFi 吗？可以办公吗？可以的。原味拿铁。好。WiFi 就在你前面那个小台子。我扫这里。好，是30元。好。木质书架、手写标语，还有墙角摆着的绿植和小摆件，
让人觉得不是走进了商店，而是误入了一位朋友精心整理的书房。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以艺术、建筑和设计类为主，大多数都可以翻阅。有不少读者已经安静地坐在角落看书，有人点了咖啡，有人带着电脑工作，整个空间安静但不沉闷，像是有人在轻声说话，但从不打扰你。书店的一角是咖啡制作区，空气里飘着咖啡香。这里不仅是书店和咖啡馆，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据说老板和老板娘都是学设计出身，妻子曾在南京喜欢上一家地下书店，于是丈夫就专门在昆明找了这个车库，亲手设计。大象书店有句话写得很好，大象无形，大隐于心。在热闹的文化巷边，它就这么静静地藏着，像一个不需要喧闹的朋友，你来它就在。如果你也走到这里，不妨停下来坐一会儿，喝杯咖啡，翻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就看看阳光从楼梯口照进来的样子，就已经足够让人喜欢上昆明的一个下午了。好，谢谢。